开始法庭调查。审判长，请求出示证据链。同意。被告人江夏的父亲，在10年前一场车祸中丧生，而肇事司机正是本案的受害人李俊伟。此后，被告人的李俊伟怀恨在心，曾因殴打受害人而被刑事拘留。1年前，被告收到受害人李俊伟发来一条短信，约其在郊外一所旧仓库里见面。2人见面之后发生争执，被告起了杀心，将李俊伟当场杀害。这个就是案发的旧仓库的照片。这些血迹经过鉴定，都是被害人李俊伟的，而被害人被杀的过程也可以从这些血迹不同的分布和位置我们看出来。请看第1张照片，他先被凶手刺伤，然后捂着伤口逃到墙边，凶手再次追上，用刀捅向受害人，造成喷射性血迹。请看第2张图片，此时被害人已经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捂着伤口的手松开，造成墙上血迹。请看第3张，根据现场失血量判断，被害人属当场死亡。现场除了受害人的 DNA， 只找到被告的指纹，而同样带有被告指纹的，还有这把用来作案的匕首。检方认为，匕首是被告带到现场的，可归类为预谋性杀人。这件属于被告的运动衫外套，上面同样沾有受害人的血迹。杀死被害人之后，又抛尸，逃离本市，藏匿将近1年，请求法庭予以重判。公诉方出示的证据，并都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有罪。手机短信其实是受害人发给我当事人的，也就说明我的当事人不可能是蓄意谋杀。是不是蓄意杀人，怎么也推翻不了现场的铁证。杀人后有能力藏匿尸体，却把自己的外套和带指纹的凶器留在现场作为证据，这无法自圆其说。况且，受害人的尸体到现在都还没找到，我方合理怀疑杀害吕俊伟的另有其人，并且嫁祸在我当事人上。辩护人，对此推论可有证据支持？有。公诉人要讲的故事是复仇杀人，通俗易懂，符合常理，法官又很容易接受。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的是江夏失忆。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本来采信率就很低。如果江夏现在没有失忆，事情也不会这么棘手。如果抛出一个新的嫌疑人呢？我们可以讲一个通俗易懂、符合常理的故事啊。照片中的男人是案发仓库的所有人，名叫邱宝田，他有抢劫的前科，但是在案发之后的1周，他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那我想请问，他的嫌疑难道比我当事人小吗？医生给出的诊断是江夏的确受过脑外伤，时间是1年前。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推断，江夏的确去过案发现场，不慎留下指纹，但并没有杀人，逃离现场之后遭受意外不省人事，期间受害人被邱宝田杀害，邱宝田至今逃逸。所以我方以证据不足为由，请求审判长作出无罪判决。在审判长决定是否就此案重新立案之前，我想就本案的作案动机再加以说明。邱宝田是仓库的主人，不错，加之失踪1年，确有作案的可能性。但邱宝田与受害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纠纷与瓜葛，所以不可能有作案动机。而被告与受害人之间有着很深的纠葛。10年前，受害人肇事车祸撞死1人，而死者正是被告的父亲。等受害人刑满出狱之后，
审判长，我当事人脑部曾经受创，身体状况无法坚持长时间庭审，我方请求休庭。等等，警察先生，我是他的律师，我有几句话跟他说，可以吗？时间不要太久。江夏，你看着我，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我拿了一把匕首，刺向了李俊伟。你刺了吗？对不起了，我。你听我说，你没刺，你绝对没刺，记得吗？你想得起来在哪里吗？在一个废弃大楼。时间到了，走吧。裴律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你别害怕，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所有话，不要跟任何人说，听到吗？你放心，我会解决的，别害怕。雷律师，那件衣服，我在火车上是穿着的。雷律师，那件衣服。如果江夏不是凶手，总得有人是吧？不然谁杀了李俊伟呢？对，不给检方一个目标，他们是不会封口的。总之，绝对不是江夏。这么肯定？从目前看，证据非常不乐观。我知道，对我们很不利。但是不论我怎么想，都绝对不可能是江夏。而且我今天一直在想，他跟我说那件衣服。你说仓库的血衣吗？对，他说他在卡车上的时候还穿着那件衣服，然后他的记忆就到了乡下。那这件血衣为什么会在仓库出现呢？所以说，如果江夏到过仓库，那他在抵达仓库之前，很有可能就已经昏迷，甚至失忆了。对，你说的对。哪一句？如果江夏不是凶手，总有人是凶手，不然谁杀李俊伟？杀李俊伟的人必须可以转移血衣，制造现场，并且再当给江夏，那这个凶手是没有别人了。你是说？对，凶手就是李俊伟本人。我们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尸体？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死。可是仓库出血量很大，正常人很难活下来。分批抽血，如果每天抽出人体可耐受的最大的量血，集中在一起，泼洒在仓库里面，就算是没有尸体，也能造成失血过多死亡的假象。血液是会凝固的，只要在血液当中加入抗凝剂，就可以保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现场的血液当中检查到有抗凝剂的成分，就可以证明李俊伟假死，对不对 ？Simon， 血液检查报告。Simon， 血液检查报告。哦，这样。血液中检查出有柠檬酸钠。
柠檬酸钠就是血液抗凝剂的一种。对。报告中说，血迹所在仓库地面有果酸饮料大量泼洒的痕迹。柠檬酸钠在果酸饮料当中是长期做稳定剂的，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具体来源。饮料泼洒，设计的真够周密的。他是故意的，泼洒相同成分的饮料在现场，就是为了掩盖。如果我们查到，证据也被污染了，不具备法律效力。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定还有办法。哎，等一下，药物在人体内代谢有固定的时间，对，这个叫药物半衰期。我记得李俊伟自杀的时候，我有看过他的报告检测，他得过心梗，有长期服用阿司匹林。也就是说，如果是分批抽血，阿司匹林在血液当中的代谢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血液当中的药物含量也会是不一样的。如果现场的血液当中阿司匹林的含量有差异，就说明血不是一次抽的。如果能证明血是分批抽的，就能证明李俊伟没死。对。摩卡，脱脂牛奶不加糖，帮你点好了。出什么事了？想找你救命。救命！抽血伪装被杀。如果江夏被定罪，获利最大的就是李俊伟，也只有他可以做出这一切的安排。真是丧心病狂！哎，你刚才说找我救命，什么意思啊？医学院有一个血液分析实验室，你认识吗？我知道啊，是我们的客户，怎么了？我申请了加急证据检测，只要能够证明现场仓库血样当中的阿司匹林含量不对等，就说明李俊伟没有死。刑警队愿意提供血样，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来不及做出化验了，所以我知道了，明白。那我说林欣然啊，是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想到我？辩护人，你们申请的新证据，为什么还没有提交？审判长，证据已经送来的路上，请你再给我们几分钟。审判长，新证据已送到，马上可以提交。快，注意报告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好像有点问题。审判长，我方提交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有人蓄意策划，分批抽出自己的血，再加入了抗凝剂，累积到某一个亮度，再泼洒在仓库的地面上，造成死亡的假象。李俊伟没死，而这份报告也就是铁证。李俊伟在服刑期间患有心梗，曾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如果李俊伟是被刺死，那这属于一次性出血，也就是说，血液当中的阿司匹林含量应该是同样数值的。但是，我们在仓库不同位置采血的证明，结果表明，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含量是不一致的。由此可以推断，李俊伟没有死，他伪造犯罪现场，企图把杀人罪嫁祸给我的当事人江夏。审判长，检方申请出示证据的最后一页。可以。这是证据的最后一页。我把证据的结论给大家读一下：因提供血样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该结果可能存在误差，仅供参考。书记员，在庭审记录中，把刚才这一句重点标出。好的。说想到台湾，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能放弃。控辩双方可以开始结案陈词了。检方认为，这个案子是动机明确的预谋杀人案。10年以前，被告江夏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李俊伟开车撞击身亡，从此怀恨在心。得知李俊伟刑满释放，江夏多次对李俊伟威胁、殴打，造成双方矛盾激化，酿成杀人惨剧。辩护人一再坚称被告清白无罪，还提出了李俊伟并没有死，目的是陷害被告这样一种假设。的确，这样的假设非常吸引眼球，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唯一能证明这种推论的证据，上面只是写着可能存在误差。一张拼图已经完成了大半，作为公诉人，我真诚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个凶手。有关本案的所有证据都已经出示完毕，这些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跟情节。请合议庭依法采纳，判处被告江夏故意杀人罪成立。我来吧。我来。既然我方给予厚望的血验报告是因为可能2字被推翻的，那我也要跟大家谈一谈可能。李俊伟死了，是江夏杀的，这是一起简单的复仇杀人案，这可能吗？当然可能。但是，李俊伟抽血伪造现场，陷害我的当事人江夏，这也是有同样可能的。我很赞同刚才公诉人说的一句话：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凶手。但我觉得跟这句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让任何一个无辜的人蒙冤。只要有可能的存在，就应该遵守。抱歉，在说完刚才那段话之前，我需要跟大家坦白一件事。1年前，有一起爆炸案，受害人
就是我的母亲。而被告就是李俊伟。我还清楚地记得宣判时候说的话：检方出示的证据不具备定罪所需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根据刑法之疑罪从无原则，判被告无罪。从那一天起，我恨透了这个疑罪从无。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又不能判定被告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无罪，那是不是凶手就有50%的可能性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那这样的法律还值得我们去遵守，值得我们去推崇吗？我曾经深深地怀疑过。但是今天，我真正明白了疑罪从无的意义。公诉人说，1块拼图拼完大半，有几块没有拼完不重要，但我认为这恰恰相反。最重要的正是这几块拼图。如果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可能无罪，却判他有罪，那我想请问，如果未来找到那些丢失的拼图，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看到完整的图像之后，再去跟他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们抓错了，我们判错了，你的牢白坐了。我相信这个话不是谁都能简简单单说出来的吧？一个无辜的人，为了自己没有犯过的罪受罚受刑，他的青春是在狱中度过的，这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弥补的。疑罪从无这4个字，我曾经痛恨过，怀疑过，但它之所以成为刑法第1守则，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保护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们把一个无罪可能的人送进监狱，那么明天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只有疑罪从无，才能使定罪慎之又慎，才能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这是最大的司法公正。现在，我可以把刚才没有说完的话说完了。只要有可能的存在，就应该遵守疑罪从无，做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判我的当事人无罪。林先生，我有话问你。你刚才在庭上说的疑罪从无的那些话，是真的相信，还是为了替江夏脱罪，违心说的？是真的相信。可你刚才用的辩护策略，和1年前张小阳的可是一模一样啊！我知道，1年前，其实张小阳接下那个案子，就是给他一个没法选的选择题。无论他怎么选，都没有正确答案。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太多恨，太多痛苦。但
是现在想想，我又有什么资格怪他呢？他只是做了一个律师应该要做的事情。一会儿如果判有罪，你还是会上诉吧？我曾经跟张小阳说过一句话，今天也会告诉你：不管你怎么做，成天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谢谢。现在，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江夏杀害李俊伟一案进行宣判。全体起立。本案情节复杂，虽然尚未找到受害人的尸体，但被告人有作案动机，且在案发现场留下了指纹和血衣。然而，受害人的血检报告却揭示出另一种可能。固然匪夷所思，却不得不慎重考虑，不排除受害人有伪造死亡、嫁祸他人的情况。所以，本庭作出判决如下：在无法判定被告人有罪，也无法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且受害人尸体尚未找到的情况下，根据疑罪从无，判处被告人江夏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当庭释放。You can let go, I'll be alright till the skies cry out for me. Standing by the sea till the day you call. I'll be with the stars, me, you in the dark.谢谢你，雷律师。你现在衣服就别穿了，太旧了，这样好。支持完证明，律师来签个字吧。好。好，谢谢。谢谢。自由了。I want your eyes, your lips one more time by the moonlight and the sky. You're the only one that's on my mind. Put me through the sleepless nights. 有，我会保护你。Underneath the stars are shining. I've fallen in this dream. I've fallen in too deep. Your love. 怎么还不出来呀？哎呀，放心吧，肯定会出来的。江夏，那个上次我骗你的，我不是你女朋友。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你不是我女朋友。什么都乱说。不过你能平安无事，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人不在这好好站着吗？能不没事吗？这你知道的多，每次都是你好。哎，你能不能多关心我呀？老关心江夏，我吃醋了啊！有啥好吃醋的？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那是谁都关心的，好吗？行，那你关心江夏吧啊！以后别跟我说话了。还不走啊？想多待一会儿。今天这场官司打得漂亮，赢的也堂堂正正。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弃当个律师。怎么？真的想通了？想通了。我一定要记住今天。
一个无罪的人得到法律公平的裁决，获得了自由，而这个过程由我参与，哪怕只是起到1%的作用，也很幸福。我们今后可能还会被委托人欺骗，替恶人辩护，到时候又犹豫，甚至怀疑法律。那我们就靠着现在的回忆，来击退怀疑，来说服自己，维护法律的公正，是值得我终身奋斗的事业。在无法判定被告人有罪，也无法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且受害人尸体尚未找到的情况下，根据疑罪从无，判处被告人江夏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当庭释放。从这片子上看啊，目前脑外伤恢复的不错，这里，还有这里，这些空白区啊，都是曾经有淤血块的地方，但是都自己吸收了，不需要手术了。那医生，我想请问一下，他什么时候能恢复记忆啊？这个不好说啊，人脑是非常复杂的，除了脑外伤的部位之外啊，不排除还存在一些心理阴影，也许是受伤那天发生了一些让他极度不愿想起的事情。所以，大脑受到了抑制。病人现在还处于康复期，这个阶段，我建议不要太着急去想过去的事情。好，谢谢医生。啊，这里呢是药，然后所有的药的用量呀，每天吃几颗，全部都给你写下来了，看见吗？你要记得吃哦。我把这个放进去喽。我要手机。我要给你定个闹钟，然后闹钟响了之后，你一定要吃药，记得哦。好了。啊，对了，下车之后回家的路你记得吧？这是家里的备用钥匙，那。你要去哪儿啊？上班啊，今天律所好多事情，我得要去帮忙。那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不行。我记得你们告诉我，我之前是成天的实习生。对啊，你也说那是之前嘛。那你带我去，没准我能找回记忆呢。可是医生刚刚跟你说过了，不着急找回记忆，相信我，慢慢会好起来的。嗯。还有，你跟张律师是什么关系？是同事啊。你问这干嘛？没有，就随便问问。哎，我车来了，你记得吃药哦，一定要记得。那我走了。再翘1个小时班吧。你在家好好休息吧，我去上班喽，晚上见。哦，记得吃药哦。
下去的动力。林欣然，千万不要倒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请让我留下来。这是我写的吗？请问是林欣然家吧？对，你好，这是林欣然女士的唯品会快递，麻烦签收一下。你好，我经常在这里送快递，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请问您是林欣然女士的？我是她弟弟。啊，好，稍等一下。林欣然女士你好，我是唯品会快递员。您本人不在家，让您弟弟帮您签收可以吗？啊，好的，打扰您了。好，再见。不好意思，麻烦您签个字。好的，稍等一下。好的，打扰您了，再见。林律师，加油！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的。林律师，加油！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的。林律师，加油！林律师，加油！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的。吃几片啊？一天1片，一天2片。他是谁？他到底是谁？我们之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省了半程一下，给我安排那么多工作。中校吃饭了没有？老板，我要2份排骨饭。好的，好的，稍等啊。就这样。吃人很眼熟嘛，顾大律师，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我就过来体验体验你林欣然平时的生活质量。别自己体验啊，一起体验。哇，你什么酒量啊？喝那么多酒？老板，上酒，给我来1箱，1箱一样的。老板，矿泉水。哇。不许动！这都是我的，谁也不许跟我抢！这都是我的，你不许动！小气怎么样啊？就是小气，怎么了？笑什么笑？看你，你干嘛？别动！吃都没吃完你就打包啊？吃那么难看，注意点行不行？
说谁难看的林欣然啊？你给我听好了啊，我超美的，超美的。以后你真玩上。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这么讨厌你？为什么我顾思雨每次在人生中最难看、最懦弱的时候，全都被你林欣然看到了？现在只要一见到你，我就会更讨厌我自己。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小姐，你的外卖好了。好，谢谢啊。其实我小时候真的特别羡慕你，不管发生什么，你妈永远站在你身边，相信你，支持你。你知道我吗？我顾思雨，我回家面对的永远是我爸的质疑、苛责。我跟你说啊，我从小到大，我顾思雨就只有一个梦想，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我就是想证明给你林欣然，还有我爸顾延康看，我10年前的那一个瞬间，他不是真的我，他不是真的我，他只是个失误。可是我顾思雨努力了10年，我发现我撑不下去了，我撑不下去了。老板，酒呢？上酒。好了，既然你这么嫉妒我，我把我的运气分你一半，喝吧，看看好啊，尽情喝，别下毒吧。不客气。干杯！好喝，干杯！想哭就哭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哭出来就好。好饿，弄了半天还是要我买单。夏夏，出来吃饭了。夏夏，不错。你小子走路没长眼睛是吧？我看你小子欠揍！还不说话！
下，起来，起来。你们几个，别给我太嚣张啊！自己看看，这里最起码有3到5个监控摄像头，把你们的罪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全部记录下来。我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你没事吧？等下。走。回家吧。回家。这么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公交车？是不是吻过你？我们没有。真的没有吗？如果没有，
就把这次当成第一次吧。那句守护我，写满伤口的倔强躯壳，来证明痛的值得。独自漂泊的回忆，是否也想找到安停泊？就算世界乱流，也紧紧牵着，无法放开的手，说着一句我想你，一句我等你，对我。写满伤口的倔强躯壳，来证明痛的值得。独自漂泊的回忆，是否也想找到安停泊？就算世界乱流，也紧紧牵着，无法放开的手，说着一句我想你，一句我等你，对我。让你乱跑，挨揍了吧？脸过来，给你啃个鸡蛋，那会有点疼啊，你要忍住啊，忍住哦。疼吗？轻一点，就滚一滚啊，做个消肿。这招啊，我是在电视上学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用。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以前是不是特别让你困扰啊？你以前给我添了很多麻烦呢。你都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做家务，都是我做饭给你吃。你特别喜欢躺在这个沙发上，然后吃零食，吃的到处都是，然后嗑瓜子嗑的满屋子都是。你还喜欢欺负我，让我干这个干那个。我以前这么邋遢，对不起，我改。好好改。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问。这个是我之前写的。所以你是因为看到这个，才要离家出走的？
我不会赶你走的，以前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不会，永远都不会。就算我忘记了所有的东西，我都不会忘记你。我们现在这样很好，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顺其自然，好吗？嗯，顺其自然。陪我去一个地方吧。去哪儿？去看陈伯伯。就是叫你小峰，然后照顾你1年的陈伯伯。嗯。好，我陪你去。我正好也想看看你这1年过的生活，要好好谢谢陈伯伯。嗯。我饿了。我去给你做。对，以前都是我给你做的，我做饭，所以从今以后你要照顾我，你做饭。嗯。嗯，好。什么心里有尘埃小可我没让任何人知道，世界真的很大，相遇不容易，但如果是你，我为你，我愿意不在乎你不完美过去，不完美过去才让我们相遇，你已被我小心的藏进瞬间代替永久 Just wanna hold you 笑着你的天真的勇敢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我愿意成为你每个晚安的守护者 Just wanna hold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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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没什么，只有点害怕，怕失去你。没在最好时光，才发现遇见你就是最好时光。没事的，就小伤而已嘛，你不用那么担心的，我心里强壮的。不管，我现在就是喜欢你。